先看一张名单，传说里他躺在梵蒂冈的档案深处，总共112行，每一行只有短短几个拉丁文单字，像谜语也像判决。传说还说他写于将近900年前，出自一位爱尔兰主教之手，一行对应一位教皇，从12世纪中叶开始，一位接着一位，顺序不乱，一个不跳。有人拿它对过去，对出一身冷汗；有人拿它对未来，对到最后一行，手停住了。量13世，有人替他在名单上找到了位置，证据就绣在他的家徽上。若望保禄2世，有人替他找到了位置，证据排在天文台的日历里。本笃16世，也有证据藏在他自己选的名号中。一行一位，112行，用了将近900年。而现在问题来了，2025年4月21日，教皇方济各离世。照着预言圈最流行的算法，他就是名单上的第112行，最后一行。17天之后，新教皇良14世站上圣伯多禄大殿的阳台，向10几万人挥手。如果这个时候你把那张名单重新摊开，往他应该在的位置看过去，你会看到什么？空白。112句之后，一个字都没有。一张走了将近900年的名单，第一次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外面。这份名单有个正式的名字，叫《教皇预言》。相传的作者是12世纪的爱尔兰主教圣马拉基。900年来，他一边被信徒捧成史上命中率最高的预言文件，一边被学界钉在伪造案的名单上。二种说法差距大到不像在讲同一份东西。信的人说他连写了几百年后的家徽都能写中，不信的人说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是假货。麻烦的是，两边手上都有真材实料的证据。今天这支影片把两边的材料全部摊开，哪些吻合对得让人头皮发麻，哪些破绽一查就现行，伪造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后面的那场选举又发生了什么。预言的说法归预言，可查证的事实归事实，一条一条分开讲清楚，最后再回到2025年，回到那片空白面前。先回到起点，1094年，马拉基出生在爱尔兰北部的阿尔玛。那个年代的爱尔兰还是欧洲版图的边陲，爱尔兰教会山高皇帝远，规矩松散，主教职位在地方家族手里，父死子继，跟罗马的体制若即若离。马拉基是个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从修士做起，一路做到阿尔玛总主教，毕生就做一件事，把爱尔兰教会拉回罗马的轨道上，重整教区，重建修道院，重定礼仪，一座一座教堂去谈，一个一个家族去拆。他在爱尔兰教会史上的地位是白纸黑字，没有争议的记载。真正有争议的是接下来这趟路。1139年，马拉基动身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伊诺增爵2世，为爱尔兰的教省争取正式的地位。中世纪的朝圣路翻山越海，一走就是几个月。途中，他在法国的克莱尔沃修道院落脚，结识了当时欧洲教会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克莱尔沃的伯纳德。这位伯纳德不是普通修士，他是当时整个西方教会的精神领袖。教皇要敬他3分，国王要听他讲道，二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马拉基甚至动过念头，想辞去总主教，留在克莱尔沃当一名普通修士，被教皇挡了回去。这段友谊后来会变成整个故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先记住，等一下要用。传说是这样讲的，马拉基抵达罗马城外，站在高处俯瞰这座圣城的时候，忽然陷入异象。他看见的不是眼前的罗马，不是台伯河，不是断垣残壁上的古帝国，而是未来的罗马。从当时算起，直到世界终结，每一位坐上圣彼得宝座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带着荣耀，有的披住血。异象退去之后，他把看见的一切浓缩成112句拉丁文短语，每一句对应一位未来的教皇，不写名字，不写年份，只留一个谜面，然后把整份手稿呈给伊诺增爵2世。教皇读完，下令封存，收进罗马的档案深处，从此无人闻问。这是传说的版本，注意，是传说，因为连这个异象故事本身都要等到几百年后
才第一次有人把它写下来。12世纪当场的任何记录里找不到他的影子。换句话说，故事最关键的第一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留下只字片语，一个意象，一份手稿，一道封条，全部只存在于几百年后的转述里。这一点记在账本的第1页。1148年11月2日，马拉基在第2次前往罗马的途中病倒，死在克莱尔沃修道院，死在挚友伯纳德的怀里。地点正是他生前一心想留下的那座修道院，日子正是朱灵节，教会纪念亡者的日子。伯纳德亲自为他主持葬礼，讲道悼念，还提笔为他立传，写成《圣马拉基传》。1190年，教会正式册封马拉基为圣人，他是史上第一位由教皇亲自册封的爱尔兰圣人。这里，请把注意力放在那本传记上。伯纳德的传记写得极细，细到记下一件轶事：马拉基生前准确说出了自己会在哪一天死在哪个地方，后来分毫不差，就是朱灵节，就是克莱尔沃。也就是说，伯纳德完全不忌讳写预言，他甚至乐于写，连预知自己死期这种细节，他都完整写进书里。但是通篇传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教皇名单，112句对应历代教皇的惊天异象，在最了解他的人笔下，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值。这把刀先架在这里，不急着出手。然后时间快转，450多年过去，名单毫无声息。1595年，威尼斯一位本笃会修士阿诺德维翁出版了一部修会史，书名叫《生命之树》。就在这部书里，那张名单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维翁说，这是圣马拉基当年的预言，在罗马的档案里沉睡多年，如今重见天日。书里还附上逐条注解，据称出自西班牙史家阿方索·查孔之手，把名单前面的句子与历代教皇一一对上。注意这个细节，注解只有前面的部分有，后面的句子一片留白。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条线索，先放着，书一印出来，名单就长了脚。此后400多年，每一次教皇离世，每一次秘密会议召开，欧洲的宫廷、沙龙、报馆都会有人把这份名单翻出来，对一对下一句轮到谁，它变成一种传统，一种选举季的固定节目。到了网络时代，这个节目直接搬进了全球的搜寻框，每逢教皇病重，马拉基预言的搜寻量就会应声飙升。台湾的新闻台也照样跟着做专题。你可以把它想成教廷版的赛前预测，正式规则里没有它的位置，但看台上人人都在传，一传就是4个世纪。名单长什么样子？没有名字，没有年份，只有一句一句的谜面，按顺序排下来。第一句对应1143年当选的雷丁二世，也就是马拉基那趟罗马行之后的第一位新教皇。拉丁文写着来自台伯河上的城堡。翻开档案，雷丁二世出生于奇塔迪卡斯泰洛，一座台伯河畔的城，城名直译过来就是城堡之城。地名、河名，2个坐标，一句话全部咬中。第一句全中，第二句对应路爵二世，写出被驱逐的敌人。路爵二世的家族姓氏叫卡恰内米奇，在意大利文里，这个姓的意思就是把敌人赶出去，又全中。第三句来自巨大的山，对应欧日尼三世，他出生的地方叫蒙特马尼奥，地名直译就是巨大的山。顺带一提，这位欧日尼三世正是伯纳德的门生。再往下，英格兰出身的教皇哈德良四世，对应的句子是来自白色的田野，而他正好出生在圣阿尔班斯附近。阿尔班这个地名的源头是拉丁文的白。14世纪的本笃12世对应寒冷的修道院长，他当选前是丰弗鲁瓦德修道院的院长，那座修道院的名字直译过来就是冷泉。一句一位，姓氏、出生地、家徽、头衔，总有一样被精准咬中。名单前段70多句几乎句句如此，准到不像谜语，像注册资料。连1590年那位在位不到2周的乌尔巴诺七世都有专属的一句来自天上的甘露，而他当过总主教的那个南意大利教区，正好以采集一种被称为
天降甘露的树枝闻名。到这一句为止，名单像一台不会失手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最后一次精准咬合刚好停在1590年。这个年份请先默默记下，后面要考。如果名单只到这里，它顶多是一份写得漂亮的历史文件，准得再离奇，也可能只是有人拿着史书倒注写。真正让他封神的是1595年出版之后的部分，因为书已经印出来了，白纸黑字，锁死了，动不了手脚。出版之后才当选的教皇，照常理说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换句话说，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考试，开卷便闭卷。而他的成绩是这样的：1878年梁13世当选，名单上轮到的句子是天上的光，拉丁原文 Lumen in Caelo。 打开他的家族文章，蓝色的盾面上一颗拖着长尾的彗星横贯天际，这不是后人补画的，佩奇家族的文章世世代代就是这个样子。一句天上的光对上一颗家徽上的彗星，严丝合缝。而且这一位不是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梁13世在位25年，发表史上第一份劳工通谕，替现代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开了路，是19世纪末最有分量的教皇。后来还有人加码解读，他是照亮工业时代黑暗的那道光。信徒说，名单沉睡了将近300年，醒来的第一击就命中红心。1903年接棒的庇护十世，对应的句子是燃烧的火。信徒把它对上1910年回归的哈雷彗星。那一年，彗星拖着火一样的长尾扫过全球夜空，各地报纸整版地登，末日留言满街跑，而它正好落在这位教皇的任期正中间。怀疑派耸耸肩，燃烧的火，这种形容词放在任何一位以热忱出名的教皇身上，哪一位不行？一句话可以是彗星，可以是性格，可以是随便什么。二种读法先并排放着，这集后面会一直用到这个对照。1914年9月3日，本笃15世当选。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烧起来1个月。名单上轮到他的句子是宗教遭劫掠。注意，这句写下的时候是1590年代，往前推，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能想象20世纪初的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子。接下来的7年，替这4个字做了最残酷的注解。大战吞掉上千万条人命，天主教的欧洲腹地打成焦土，教堂的钟被熔了铸炮。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随后的政权大规模关闭教堂，清洗神职人员，把消灭宗教写进正式政策。1918年，流感疫情横扫全球，倒下的人比战场上还多，宗教遭劫掠。平心而论，这4个字丢进任何一个乱世都能用，但你也很难替他的任期找出比这更贴切的4个字。信徒与怀疑派在这一句上罕见的各拿一半。再往下，1958年，这份名单甚至直接介入了选举现场的气氛。那一年秘密会议前，名单上轮到的句子是牧者与水手。罗马城里流传一则有名的轶事，美国纽约总主教斯佩尔曼枢机据说特地租了一条船，载满羊群，在台伯河上来回开了一趟，牧者加水手一次到位，向名单毛遂自荐。轶事的真假姑且存疑，但它说明一件事，到了20世纪，连枢机团的圈子都拿这份名单当一回事，至少当成茶余饭后的一回事。结果当选的是威尼斯宗主教隆卡利，若望23世，威尼斯水城宗主教牧者。他任内召开梵蒂冈第2次大公会议，把整艘教会大船转了一个近100年来最大的弯。牧者、水手2个词都有了注落，比一船洋贴切得多。再下一位保禄6世，名单上写着花中之花，他的家徽上端端正正3朵百合。在欧洲文章传统里，百合正是所谓的花中之花。这一句连怀疑派都承认，如果是瞎猜，猜中家徽的几率实在不高。名单的战绩表上又添了一笔。1978年8月26日，若望保禄1世当选。名单上轮到的句子有点奇怪，月亮的一半，半个月亮。当时没有人看懂，各种解读满天飞。有人猜跟他的教区有关，有人猜跟新月旗的国家有关，
全都对不上。33天之后，所有人都看懂了，而且宁愿自己没看懂。9月28日夜里，这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被意大利人昵称为微笑教皇的老人，在睡梦中骤逝，在位33天，上下恰好一轮月相，像月亮从亏走向盈，还来不及圆满就沉了下去。信徒还补了一笔，他当选那一晚，天上挂住的正是下弦的半月。这一笔的解读见仁见智，我们不替任何一方背书，但33天的任期是教会史上白纸黑字的记录，一天都不多，一天都不少。然后轮到整份名单最有名的一句太阳的劳苦，拉丁原文 De labor solis。 在古典拉丁文的惯用语里，这个说法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意思，日食。太阳在劳苦中暗下去，再挣扎着亮回来。这一句对应若望保禄二世。卡罗尔·沃伊蒂瓦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波兰小城瓦多维采，1978年10月16日当选，是400多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裔教皇。冷战年代，他从铁幕后面走出来，站上圣伯多禄的阳台。1981年5月13日，他在广场上遇刺，身中数枪，又活了回来，继续做了20多年。信徒说，这一生本身就是一场太阳的劳苦，但真正让预言圈疯掉的是天文记录。查天文日历，他出生那一天，地球上确实发生了一次日偏食，时代远在南半球，波兰的天空一切如常，但日食确实排在那一天的记录上。你可以说这是巧合。那么再看另一头，2005年4月8日，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上百万人涌进罗马送行，各国元首并肩而坐，是当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葬礼。同一天，太平洋上空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复合日食，生于日食之日，葬于日食之日。这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必须平衡的是，地球上平均每年会发生2到4次日食，一个人的生日撞上一次，几率并不离奇，但一生的头尾各撞一次，而名单上偏偏就写着太阳的劳苦。巧合到这个程度，连最冷静的怀疑派也得承认它刺眼。第111句，橄榄的荣耀，拉丁原文 Gloria Olivae。 2005年，德国书记约瑟夫·拉辛格当选，取名本笃16世。本笃会底下有一个以橄榄为记的分支，橄榄山会、橄榄枝，同时也是和平的古老象征。名号一报出来，预言圈当场沸腾。橄榄的荣耀，本笃，橄榄山会环环相扣，但这里恰恰藏着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一道机关。名号是他自己选的。拉辛格是顶尖神学家，读了一辈子教会文献，对这份名单的存在一清二楚。他选本笃可以有100个理由纪念上一位本笃，致敬本笃会的会祖，标举和平，哪一个都成立。但结果是预言又中了一次，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应验。当一份预言有名到连当事人都读过，他就再也不需要灵验，他只需要被配合，不一定是刻意配合，可能只是在千百个选项里，那个跟名单同频的选项看起来特别顺眼。但无论如何，名单已经活在每一位书记的脑子里了。这一点等一下讲到梁14世还会再回来一次。讲到这里先停一下，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上面这些吻合全部是先有答案再回头找题目的。对法我们一路听下来觉得震撼，是因为只听了对中的那一面。一份预言到底灵不灵，不能只看命中的清单，还得看落空的清单，以及它是什么时候被谁为了什么写出来的。现在换学界开口，接下来的每一条都有文献可查。学者把112句摊开，发现一条清清楚楚的断层线，就划在1590年。还记得刚刚请你记下的那个年份吗？断层之前的70多句句句精准，出生地、姓氏、家徽、官职咬得死死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城堡之城和冷泉修道院那种准法，是查得到户口的准法。断层之后，画风突变，天上的光，花中之花，来自太阳，模糊、抽象，
像星座运势，套在谁身上都能自圆其说。就算真的对中什么，也得靠解读者拿着放大镜去找。同一位作者，前半本是户政事务所，后半本是塔罗牌摊，这种落差只有一种写作情境能解释。写到某一行的时候，未来开始了，对过去了若指掌，对未来只能打高空。这个作者的身份呼之欲出，他不是12世纪的先知，他更像1590年代一个拿着教皇名录照抄的写手，而写手抄的那本名录，学者连书名都找出来了。证据一，刚刚那把刀现在拔出来，从1139年到1590年，450多年，欧洲的任何文献、任何档案、任何教会记录，没有一个字提过这份预言。450多年是什么概念？中间隔着十字军、黑死病、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隔着几十场秘密会议，几十位教皇的生老病死。如果真有一份预知历代教皇的名单躺在罗马的档案里，他有无数次机会被人翻出来说嘴，一次都没有。而为马拉基立传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伯纳德，连他预知自己死期这种事都记了，却忘了他此生最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人的传记漏掉他最大的奇迹，只有2种解释：传记作者瞎了，或者奇迹根本不存在。伯纳德不瞎。证据2，更致命。1557年，奥古斯丁会史家奥诺弗里奥·潘维尼奥出版了一部教皇名录，是当时最通行的工具书。学者把预言与这部书逐条比对，发现一件事：预言对历代教皇的排序，包括把好几位对立教皇，也就是教会不承认的僭位者一并编进名单的算法，跟潘维尼奥的书一模一样。你要知道，该不该把对立教皇算进去，算哪几位，各家史书各有各的算法，像指纹很难刚好撞在一起。更绝的是，潘维尼奥弄错的地方，预言也跟着错，错的一模一样。老师改考卷都知道这个道理，2个学生答案全对，可能是都会；2个学生连错的地方都相同，那就是有人抄了另一个人的作业。而潘维尼奥的书比预言的出土早了将近40年，12世纪的圣人抄不到16世纪的书，16世纪的写手却抄得到，而且抄得顺手。证据3，动机。伪造文件总得有人受益，学者顺著，谁受益往下查，查到了1590年。那一年，教皇乌尔巴诺七世上任不到2周就病逝，留下史上最短的教皇任期之一。枢机们再度走进秘密会议，各路人马开始运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马城里开始流传一份古老预言的手抄本，据说出自400多年前的爱尔兰圣人。名单上对应下一任教皇的句子是来自古老之城，而当时呼声极高的候选人吉罗拉莫·西蒙切利正好来自奥尔维耶托。这座城的拉丁文旧名直译过来就是古城。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当年的枢机，相信这份预言，就等于相信天意已经把下一任教皇的户籍地写好了。学界的主流推测至此成型，这份名单很可能就是在那场选举前后炮制出来的文宣，前面70多句照抄史书当垫背，中间这一句才是真正的广告目的，是替西蒙切利造势。最讽刺的是结局，西蒙切利落选了，当选的是俄我略14世。如果这真是一场伪造，他连自己唯一的任务都搞砸了。选举文宣通常活不过开票夜，但这一份不一样。作为文宣，他死在1590年；作为预言，他活了下来，而且一活就是400多年。而且质疑不是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早在17世纪，法国耶稣会学者克劳德·弗朗索瓦·梅内斯特里耶就把这些疑点一条一条整理成文，系统性的判定伪作。距离名单出版不到100年，内行人就已经看穿了。此后，主流教会史学界的结论再也没有翻转过。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天主教会官方从头到尾从未承认过这份预言，它不在任何官方认可的私人启示清单里。历任教皇对他的公开态度一律冷处理，梵蒂冈的立场一以贯之，那不是教会的文件。换句话说，最应该珍惜这份神迹的机构，恰恰是最不肯替他背书的机构。
这个沉默本身就很响，但信徒手上还有反击的牌。他们问：好，就算名单是1590年代的伪作，作者早就停笔了，那之后的每一次吻合怎么解释？梁13世家徽上的彗星是伪作者能安排的吗？若望保禄二世头尾2场日食是伪作者能安排的吗？怀疑派的回答很冷，112句里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出版后吻合，掰着手指数。不过那几句，其余的要么模糊到套谁都行，要么是解读者拿着答案硬凑题目，像庇护12世对应的天使般的牧者，听起来很美，但这种形容词放在哪一位教皇身上不行？更何况拉丁文谜语天生就是橡皮筋，每一句只有2、3个字，没有主词，没有时态，可以指家徽，指出生地，指姓氏，指任内大事，指个人特质，5条路任你挑，只要其中1条通，就算命中。用这种判准去对一本农民历也能对出神迹，这像什么？像对发票。你永远记得中奖的那2张，忘掉落空的那一整叠。心理学给这个习惯起了名字，叫确认偏误，把命中的表框挂墙，把落空的扫进抽屉。这样操作下来，任何一份名单都能变成神谕。可是话说回来，把发票理论讲完，那2场日食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这就是这份名单缠人的地方。怀疑派解释的掉9成，剩下的1成刚好最亮。两边的论点都放在桌上了。现在来看名单的最后一句，第112句，它和前面111句长得完全不一样。前面每句寥寥数字，一个谜面，一个代号，最后这句是完整的一段话，有场景，有人物，有结局，像判决书的主文。原文是拉丁文，开头2个关键词 Petrus Romanus 罗马人彼得，整段翻成中文大意如此：在神圣罗马教会最后的迫害中，罗马人彼得将登上宝座，他将在重重苦难中牧养他的羊群。此后，七丘之城将被摧毁，可畏的审判者将审判他的子民。一句一句拆开看，最后的迫害，这是时代背景；罗马人彼得，这是主角。七丘之城将被摧毁，七丘之城建在7座山丘上的城就是罗马，这是结局。而整份预言的最后一个拉丁单字只有5个字母 finis 终，不是未完待续，不是以下从缺，是终。写预言的人亲手替这份名单钉上了棺材板。不过这段末日文字还藏着一个文本细节，先讲清楚，等一下用得上。在1595年的原版排印里，这段话与第111句之间的衔接是暧昧的，它没有编号，句式也和前面完全不同，于是出现2种读法。第一种读法，罗马人彼得紧接在第111位之后，就是第112位，末日随他而来，名单即倒数，倒数即终点。第2种读法，这一段是独立的尾声，像戏剧最后的幕落词，与名单主体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缝。第111位之后，罗马人彼得登场之前，中间可以隔着任何数量，没有被写进名单的教皇10位、50位，谁也说不准。一道缝，2种末日时程，差距可以是0年，也可以是几百年。记住这道缝。2025年之后，全世界的预言解读者都会挤在这道缝里讨生活，而预言圈自己早就开始压住。2012年，美国2位预言作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罗马人彼得》。开篇断言，本笃16世的任期撑不了多久，下一位就是最后一位。书在美国的末世论读者圈里卖得火热。隔年2月，辞职的消息真的传出，书迷奉为神准，销量再翻一轮。怀疑派则提醒，本笃16世当时已经85岁，是几百年来就任年龄最高的教皇之一。赌一位85岁老人的任期不会太长，算不上什么高风险预测。这句话同样必须放进记录里。预言市场的规矩向来如此，中了的大书特书，没中的绝口不提。2013年2月11日，真正的震撼弹落地。那一天，本笃16世在一场例行会议的尾声，用平静的拉丁文向全世界宣布辞职。在场的枢机
好几位当下没反应过来，上一位主动退位的教皇要回溯到1415年，相隔将近600年，绝大多数活着的人类都没有见过教皇辞职这4个字变成现实。当天晚上，罗马下起雷雨，一道闪电劈中圣伯多禄大殿的圆顶，被守在现场的摄影师拍个正住，照片一夜传遍全球。理性上，人人都知道那只是一场雷雨的物理现象，圆顶是罗马的制高点之一，被闪电选中并不稀奇，但配上第111位教皇退位的新闻标题，那道闪电看起来就像名单自己打下的惊叹号。全世界的媒体同一时间翻开这份900年的名单，第111句橄榄的荣耀用掉了，往下看只剩最后一格。各国报纸的标题不约而同问的都是同一句话，下一位会是最后的教皇吗？3月13日，秘密会议第5轮投票，白烟升起，当选的是阿根廷枢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史上第一位来自美洲的教皇，第一位耶稣会出身的教皇，取名方济各，一个此前900年没有任何教皇用过的名号。全球的预言爱好者愣了一秒，立刻低头找彼得，还真有人找到了。方济各这个名号源自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而圣方济各的父亲名叫彼得迪·贝尔纳多内，彼得，罗马人彼得的彼得，还有人拿他意大利移民家庭的血统去凑那个罗马人。平心而论，这些连结拗得很辛苦，连预言圈内部都吵成一团。不少人干脆主张他不是罗马人彼得，名单在他这里其实已经对不上了。但最后一格的心理压力是真实的。此后12年，方济各每一次重感冒，每一次住院，这份900年前的名单就会准时回到全球热搜。每一次他康复，讨论串就安静几个月，然后等下一次。一张中世纪的羊皮纸传说就这样挂在21世纪的网络上，跟着一位老人的健康起伏心跳。所有人都在等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他真的是第112位，那他之后是什么？答案在2025年揭晓。那年年初，方济各因双侧肺炎住院，一住38天，病危通知的传言满天飞，全球彻夜守候，名单的讨论度同步冲顶。他挺了过来，出院回到梵蒂冈静养。4月20日，复活节，他坐着轮椅出现在圣伯多禄大殿的阳台上，声音虚弱，仍向广场上数万名群众降服。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隔天清晨，4月21日，梵蒂冈宣布教皇方济各因中风及心脏衰竭离世，享寿88岁。复活节的隔日，前一天还在向世界强服的人，隔天早晨就走了。时间点本身就像一个安排好的剧本。丧钟敲响的画面传到台湾，是当天下午，各家新闻台的跑马灯同步变色。而在悼念的声浪底下，另一条暗流立刻浮上来，全球关于马拉基预言的搜寻量在几个小时内冲上高峰。所有人想确认的是同一件事，名单是不是真的走完了？4月26日的葬礼，约25万人涌进圣伯多禄广场与周边街道。依照他生前的遗愿，他没有葬进圣伯多禄大殿的地宫，而是葬在城墙之外的圣母大殿。100余年来，第一位安息在梵蒂冈之外的教皇，连长眠的位置都离开了七丘之城的中心。预言圈把这一点也记进了账本，名单上的第112格，照最流行的算法就此填满。5月7日，秘密会议开始，133位枢机走进西斯汀教堂，人数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大门落锁，对外通讯全数切断，全世界的镜头对准屋顶上那根细细的烟囱，黑烟代表没有结果，白烟代表新教皇诞生。这套规矩几百年没变过。5月8日傍晚，罗马时间6点刚过，烟囱升起白烟，投票只进行到第4轮，是近几十年来最快的几场之一。钟声响起，广场上的人潮往前涌。那一刻，台北已经跨过午夜，是5月9日的凌晨。新教皇走上阳台，开口第一句话：愿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他是罗伯特·法兰西斯·普雷沃斯特，
1955年9月14日生于芝加哥，奥斯定会出身，做过修会总会长，在秘鲁传教与牧职20年，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皇。在此之前，美国人不可能当教皇，几乎是教廷观察圈的铁律，因为没有人想把超级强权的护照跟圣彼得的钥匙放进同一个口袋。铁律当晚作废。台湾的电视台在凌晨切进直播，隔天一早，全世界的头条都是同一张阳台上的照片，而预言圈的目光越过欢呼的人群，落在另一个地方。他为自己选的名号不是若望，不是保禄，不是本笃，是梁。梁14世，距离上一位梁过去了120多年。然后全世界盯住名单的人在同一秒发现了同一件事，他不在名单上。112句，一句不剩。从1143年的雷定二世到2025年的方济各，882年，名单一格一格走完，每一次白烟都还有下一句等着。这一次白烟散去，往下看，什么都没有。这是他问世以来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断线。过去人们拿教皇对句子吵的是准不准，现在连句子都没有了，吵的变成还有没有。900年的预言走到了纸的尽头，第一次是空白。把账本收拢一下，再往下走，可以确认的是，第111句，橄榄的荣耀，本笃16世用掉了。末段，罗马人彼得，照最通行的算法，对应方济各也用掉了。梁14世的座位底下没有任何一句拉丁文，一份运转了将近900年的对照表，头一次出现有教皇没句子的局面。3个事实指向同一个问题，空白怎么解？预言如果是真的，空白是什么意思？预言如果是假的，空白又是什么意思？台面上有3种读法，从最玄的排到最冷的。第一种，名单走完了，但末日没有跟着来，还记得那道缝吗？如果末日段落是独立的尾声，那名单走完只代表被写下的部分结束了。第111位之后，罗马人彼得登场之前，可以隔着一长串没有名字的教皇。照这种读法，方济各不是罗马人彼得，梁14世也不是，他们以及未来不知道多少位都坐在名单与末日之间的空白里。空白不是终结，空白是缓冲带。马拉基或者那位写手只把看得清楚的部分写了下来，剩下的路段起了雾，雾里有多长没人知道，可能是一任教皇，可能是100年，也可能我们此刻就站在雾的最深处。这是目前预言圈里最能自圆其说的主流讲法，它让名单保住了全部战绩，又把末日无限期延后。当然它同时也很巧妙，一个把终点藏进雾里的预言永远不会被证伪，而一个永远不会被证伪的预言也就永远不会输。不会输的预言在科学的计分板上连上场资格都没有，这一点两边都心知肚明。第二种，梁14世其实还在名单上，只是我们数错了格子。持这种读法的人说，罗马人彼得根本不必是一个名叫彼得的人，因为每一位教皇从就任那一刻起就是圣彼得的继承人，罗马的主教。从职位的本质上讲，每一位教皇都是罗马人彼得，所以那最后一句可以是对最后一位教皇的泛称，无论他本名是什么，来自芝加哥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照这个读法，方济各未必是句点，梁14世也可能就是那位在重重苦难中牧养羊群的人，句点还没落下，只是笔已经悬在纸上。而这一派手上还握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名号。梁14世对书记们解释，他选梁是为了致敬梁13世，当年那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头上为劳工发声的教皇。如今人工智慧掀起新的工业革命，他要接下同一份任务，动机清楚，合情合理，跟预言半点关系都没有。但预言圈看见的是另一层，梁13世正是名单上对得最漂亮的那一句，天上的光。名单之外的第一位教皇偏偏回过头牵住了名单上最亮的一句。信的人说，这是名单隔着空白打来的暗号。
不信的人说，这恰恰证明了另一件事，这份名单的阴影连教皇本人都要活在里面，就像当年的本笃16世一样。名单不需要是真的，它只需要还在被读。第3种读法最冷也最简单，空白，什么都不是。1590年代的某位写手把已经发生的历史抄成谜语，替未来编了30几句安全牌，最后补上一段谁也无法验证的末日场景，收工。他写罗马人彼得的时候，跟他写天上的光的时候一样，脑子里没有任何一位真实的教皇，只有一个原则，过去要准，未来要糊，结尾要响。他停笔的地方就是名单结束的地方，就像小说的最后一页，翻过去是空白，不是因为天机，是因为作者写完了。这种3段式结构，过去精准，未来模糊，结尾末日，是古今伪预言的标准版型。从西洋的世纪诗到东方的谶纬图书，一体适用。名单走到空白，不是天机泄尽，是稿纸用完了。照这种读法，2025年发生的一切，方济各的离世，梁14世的当选，跟这张纸的关系等于0。3种读法不必急着选边，把这一集的账最后结一次。可查证的事实是，这些伯纳德的传记里没有名单，450多年的文献里没有名单，1595年之前查无此预言，这是文献学上的铁板。潘维尼奥名录里的错误被原封不动继承，这是逐条比对出来的白纸黑字。1590年前后的准度断层，摊开名单就看得见，但同样白纸黑字的还有佩奇家徽上那颗彗星，还有1920年5月18日与2005年4月8日天文日历上那2场日食，还有33天就熄灭的月亮的一半。伪作的证据很硬，巧合的分量也很硬。这份名单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几乎可以确定是假的，却又准得让人不敢把话说死。它像一张明知道是伪钞的钞票，可是每隔几十年就有一台验钞机替它亮一次绿灯。你可以不信它，但你很难不看它，而只要还有人看，它就还活着。这大概就是一份预言。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准，在于让人放不下。而无论他出自12世纪的圣人，还是16世纪的写手，他都做到了一件连作者自己都未必料到的事，让900年后的我们在每一次白烟升起的深夜，隔着半个地球，忍不住低头数一数还剩几行。1590年的书机数过，1978年的记者数过，2013年的全球媒体数过，2025年换成华住手机的我们数，现在数完了，112句写完了，中字后面什么都没有。可是教会还在，7座山丘上的罗马也还在，圣伯多禄广场的鸽子照样起飞。名单之后的第一位教皇已经坐上宝座，开始批阅他的第一批文件。历史第一次走到了预言的前面。接下来要写上那张纸的，不再是拉丁文谜语，而是一天一天正在发生的新闻。一位芝加哥出生的教皇会把这个1900多年的职位带向哪里？而那道被解读者挤满的缝会在某一天闭合，还是永远敞开？至于空白处的那一行字最后会怎么写，没有人知道。900年前的笔停在哪里，今天的悬念就从哪里开始。一条盘踞在台湾海峡上空的巨蟒，它不咬不扑，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一圈一圈慢慢地把自己缠了上来。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可是每过一天，那一圈就紧了1分。每过1个月，你会忽然发现自己能够呼吸的空间又小了那么一点。这就是这几年台湾人最真实却也最难以言说的处境。很多人以为战争一定是飞弹满天，炮声隆隆，一夜之间山河变色。可是这一回，战争悄悄换了一张脸，它不再是猛虎扑食，而是巨蟒缠身。就在不久之前，台湾海军的一位高阶将领在接受访问时，亲口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北京这几年正在做的事。这个词翻成我们的话就叫做蟒蛇战术。蟒蛇是怎么猎食的？它不像狮子那样一扑一咬，一击毙命。它是先悄无声息地靠近，然后缠住猎物，接着每当猎物吐出一口气，它就顺势收紧一圈，猎物再吸气，它就按兵不动。
猎物再吐一口，它又收紧一圈。就这样，猎物并不是被咬死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呼吸之间被慢慢的挤压，直到再也吸不进下一口气。等到它彻底停止挣扎，蟒蛇才不慌不忙地张开嘴，把它整个吞下去。整个过程没有嘶吼，没有搏斗，安静的可怕。而北京这些年对台湾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我们把这条蟒蛇的动作一步一步拆解开来看。第一步，它要先封住你的出路，在你四周的海域和空域日夜游走，让你的军舰、你的飞机动一动就得先看它的脸色。第二步，它要掐住你的粮道，让补给、让物资、让能源的输送一点一点变得困难。第三步，它要耗光你的力气，用无止境的骚扰，把你的军队、你的经济一天一天拖垮、磨尽。第四步，也是最阴狠的一步，它要让你在还没有真正开打之前，就先自己举起手来投降。整套战术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不开一枪，却让对手从内部先垮掉。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吗？我们来看几个实实在在摊在阳光底下的数字。就在2024年这一整年，中共的军机飞进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架次冲上了3075架次，这个惊人的数字比起前一年暴增了整整 81%。 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摊下来，几乎每一天台湾头顶上的天空都要被这些不速之客反复试探、反复骚扰。而在海面上，中共的海警船和军舰早就不再是打完一场大型演习就收工回家那么简单，他们改采一种轮班的方式，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在台湾的东边、南边、北边的海域里长期盘桓，至少维持着4艘以上的舰艇日夜不散。这已经不是演习，这是一种常态，一种把枪口顶在你腰上却迟迟不扣扳机的常态。更阴险的是，这条蟒蛇还学会了咬断你的神经，连接台湾外岛的那几条海底电缆，一次又一次的被来历不明的船只悄悄扯断。金门外海的渔船被中共的海警以片面的名义拦了下来，登船临检。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动作每一个单独拎出来看都构不成开战的理由，可是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一条巨蟒正在你身上一圈一圈收紧的铁箍。这就是蟒蛇战术最可怕的地方，它彻底模糊了和平与战争的界限。你说它是战争吗？没有人阵亡，没有城市被炸成废墟，你说它是和平吗？可你分明感觉得到，那条蛇一天比一天缠得紧。等到有一天你终于忍无可忍，想要奋力一搏的时候，你会赫然发现自己早就被缠得动弹不得，连举起手臂的那一点力气都被一丝一丝抽干了。有分析家说，这就像把青蛙放进温水里慢慢加热，等到青蛙终于察觉水烫的时候，它早就跳不出那口锅了。而这套手法其实还有一段更长的历史，它不是这1-2年才冒出来的。早在更早的年代，这条蛇就换过一副更温柔的面孔。那时候它不谈军事，只谈生意。它用一纸又一纸看似只关乎经济的协议，慢慢把两岸的血管接在一起，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越来越离不开它。直到有一年，一场后来被称为太阳花的浪潮，让许多年轻人涌上街头，才让这条温柔的蛇第一次露出了底下的鳞片。从那之后，这条蛇才慢慢褪去伪装，一步一步把军事、经济、外交，还有那些看不见的认知作战，全都收进了它缠绕的圈套里。它散播谣言，它制造对立，它动摇你对这座岛的信心。这一切都是同一条蛇，同一套剧本。而在这条蛇缠绕的每一圈里，其实还藏着许多我们平常不太留意，却真真切切在发生的细节。先说餐桌上的那一圈，前些年台湾的凤梨、台湾的石斑鱼说禁就被禁了，理由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冠冕堂皇，一会儿说检出了病虫害，一会儿又说不符合什么规定。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单纯的农业问题，这分明就是那条蛇悄悄伸出来的另一根触手。它要让你的农民心慌，要让你的渔民叫苦，要透过你的胃、你的荷包，一点一点的去动摇你心里那份想守下去的意志。再说国际舞台上的那一圈，这条蛇这些年
一个接着一个把台湾原本就所剩无几的邦交伙伴，用金钱，用利诱，一个一个地挖走了墙角。他还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际组织的门口堵住台湾的去路，不让你参加，不让你发声，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要想方设法替你从名单上抹掉。他要让这座岛在整张世界的地图上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孤独，也更沉默。而最看不见却也最致命的那一根触手，就藏在你我每一天滑来滑去的那一块手机荧幕里。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一个名字叫做认知作战。一则又一则真假难辨的讯息，一段又一段被刻意剪接过的影片，顺着网路悄无声息地流进千家万户。他们有时候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政府，有时候让你莫名其妙地讨厌起自己的邻居，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让你对这座岛的未来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和绝望。这才是那条蛇真正下重手的地方，因为他很清楚，只要能先攻破人心这一道防线，那么海峡上那一道用钢铁筑起来的防线迟早会不攻自破。有一位常年观察两岸局势的专家说过一句很沉重的话，他说，这条蛇最深也最毒的那一层算计，就是要把台湾连同站在台湾背后的那些朋友全都一点一点的麻醉掉。等到大家都习惯了他日夜盘桓在身边，习惯了那些军机军舰的来来去去，就像每天的日出日落一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那么总有一天，当他真的决定把演习变成真枪实弹，把彩排变成正式登场的那一刻，反而没有人能够及时分辨得出来，那一道生与死的界限就这样在一天又一天的麻木里被他悄悄地抹掉了。而这还牵动着另一件让台湾不得不忧心的事，台湾的军队说到底是一支小小的军队，可这条蛇的骚扰却是没完没了，日日夜夜永不停歇的。你想想，一支再怎么精锐的部队，如果天天都得绷紧神经去应付这些永无止境的试探，那份精力，那份体力，是不是也在一天一天地被磨损，被掏空？而更叫人担心的是，当这种骚扰变成了家常便饭，会不会有一天连台湾最重要的那位朋友也慢慢看淡了，觉得这不过就是东方海面上一桩见怪不怪的日常？这条蛇要的正是这个，他要一点一点撑开台湾和他的朋友之间那一道看不见的缝。好，讲到这里，或许你心里会冒出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条蛇最后真的会把台湾一口吞下去吗？2026年会不会就是那一圈收得最紧也最致命的一年？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年不断有一些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悠悠地冒了出来，他们不来自军事评论员，也不来自政治学者，而是来自那几位我们频道的老朋友，一群被人们称为现代先知的人。他们手上握的不是卫星和雷达，而是一种我们至今仍难以完全参透的方式去窥看这个世界尚未到来的未来。而他们口中吐出的那些预言，这几年竟然一条一条以令人心头发凉的方式慢慢地对上了眼前的现实。先说帕克，早在许多年前，帕克就一再提到，他看见一场冲突会从台湾周边的海域开始，他形容那是一场意外，可能是2架飞机，也可能是2艘潜舰在海上发生了某种碰撞，而这场看似纯属偶然的事故会像划着的一根火柴，点燃一场远比想象更大的冲突，把中国，把俄罗斯全都卷了进去。他甚至说过一句让很多人听了心头一沉的话，他说，这场冲突的规模可能会大到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那场已经够惨烈的战争都显得渺小。听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这不就是又一个唱衰的末日预言吗？可是帕克的话还有下半段，而这下半段恰恰才是这一次我们真正要讲的重点。因为帕克说，这条蛇缠得越紧，他自己的末日反而越近。他不止一次提到，他看见的是那个政权走向终结的开始。他形容那个庞大的看似铁板一块坚不可摧的体制会从内部开始出现裂缝。他说，
最后，中国不会再是一整块完整的中国，而会裂成好几个部分，甚至走向一种由不同地区组合而成的比较松散也比较民主的邦联。2026年，在他描绘的那幅预言版图里，正好就是这一切开始松动、开始转向的关键一年。而他还补了一句，接下来的好几年，从2026年一路数下去，都会是灾难与冲突不断升温的年头。而帕克描绘的那一整幅图景，其实还牵动着台湾周边另一个关键的角色，那就是日本。他不止一次提到，他感觉日本会因为周边局势的紧绷而走上一条过去几十年想都不敢想的路，那就是发展属于自己的核子防卫力量。而中国很可能会极力想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提到，那一根真正点燃这一切的火柴，或许并不会以战争的面貌出现，反而可能被巧妙地伪装成一场天灾，一场看起来像是纯属意外的灾难，底下却藏着人为的算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在事发的当下根本分不清这究竟是天意还是人谋。这正是这个时代最叫人不安的地方，连灾难都可能有两张脸，一条正在盼命收紧的蟒蛇，却同时走向自己的末日。这听起来简直是自相矛盾。可是先别急着下定论，我们先把另外两位先知的话也一起听完，你就会明白这中间其实藏着一个天大的玄机。再说阿南德，前些年台湾的一家电视台曾经非常直接地当面问过阿南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武力犯台。阿南德的回答也一样直接，他说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2028年到2031年之间。请你注意，他说的是2028年之后，而不是眼前的2026年。可是他紧接着说出的下半句才更值得每一个台湾人好好的记在心里。他说台湾人此时此刻并不需要害怕，他说他相信台湾人一定会为自己的主权而奋战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比喻，他说台湾是这整个世界上一盏民主与光明的灯塔，它必须存在，而且它一定会存在。这番话出自一位以精准预言而闻名的人之口，分量自然不轻。而在他对2026年这一整年的展望里，阿南德一再标出了3个需要格外提防的时间窗口，分别落在4月、7月还有11月。他说2026年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年头，是那种每隔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旧的时代崩塌、新的时代诞生的转折点。他点名的风险地带包括了中国的西北、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亚。他还提到太平洋板块底下那条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环太平洋的火环带会进入一段活跃期，而台湾恰恰就坐落在这条火环带的正上方。他甚至提醒要留意中国那条黄河在这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异状。你或许会问，这个人的话凭什么值得我们这样认真的对待？我们不妨这样说吧，这些年来，这位年轻人所指出的许多时间节点，那些当时听起来简直天马行空的警示，后来竟然一次又一次被眼前的现实给印证了。也正因为如此，如今每当他一开口，全世界都会忍不住竖起耳朵。而这一回，除了台海，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科幻，却让不少人听了心头一紧的警告。他说，这几年人类越来越依赖的那些人工智慧很可能会迎来一场反扑。他形容那是一种灵性上的空洞，当人类把太多的信任、太多的权力都一股脑地交到这些没有灵魂的智慧手上，那么总有一天可能会尝到反噬的苦果。你发现了吗？连他都用了反噬这2个字，仿佛在冥冥之中，这整个时代的种种力量，无论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政权，还是那些冰冷运转的机器，都在用同一种姿态走向同一个结局。而在他的推演里，2026年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天上有2颗星刚好走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说，那象征着旧的一切正在崩塌，而新的一切正在孕育。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这是一道文明的门槛，跨得过去
是新生，跨不过去就是动荡。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皱起了眉头。这些预言怎么有的说2026年是关键，有的却又指向2028年以后？别急，这中间的落差其实正是这整支影片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我们待会儿就会回过头来一起把它解开。至于那位来自保加利亚双眼失明的老婆婆万佳，她留下的预言一向不喜欢点明确切的地点和日期，可是这几年关于2026年的种种说法却不断被人们翻出来反复咀嚼。人们说她曾经预见一场大战会从东方悄悄升起，说美国、俄罗斯、中国会因为台湾以及种种纠缠不清的经济难题而一步步走向对抗。他也说这是一个旧的强权纷纷倒下，新的力量陆续崛起的年代，世界权力的重心会慢慢的向着亚洲这一侧倾斜过来。他还说这将是一个旧的联盟纷纷瓦解，旧的秩序节节崩落的年代，从欧洲到亚洲，从那条南边的海到那片高原上的边界，处处都会冒出摩擦，冒出裂痕。世界会在一次剧烈的震荡之后重新洗一次牌。你发现了吗？三位先知来自三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用这三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在同一件事情上隐隐约约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围绕着这条蛇，围绕着台湾，一场巨大的变局正在无声无息地逼近。在这里，我们想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从来都不是要你把这些预言当成铁板钉钉的天机，然后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们想请你留意的，其实是另一件更耐人寻味的事。你想想看，一个在英国的通灵者，一个在印度的年轻人，还有一位早已离世的保加利亚老婆婆，他们三个隔着千山万水，说着不同的语言，信着不同的神明，用着八竿子打不着的方法，却不约而同地把手指指向了同一片海，同一个年代，同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的事。预言准不准，或许没有人能打包票，可是当这么多双来自不同角落的眼睛同时望向同一个方向，那么那个方向至少值得我们多看它一眼。可是这场变局真正的主角真的是台湾吗？还是说这条蛇其实正在悄悄地对自己下手？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讲这整支影片最让人脊背发凉的那一部分了。还记得帕克那句听起来自相矛盾的话吗？他说这条蛇缠得越紧，他自己的末日反而越近。当时听起来简直像是在说梦话。可是如果我们把眼光从台湾海峡的上空缓缓移回到北京城里，移回到那座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我们会看见一幕比任何预言都更加真实，也更加惊悚的画面，那就是这条蛇真的开始咬自己了。过去这短短几年，中共的军队高层经历了一场规模大到史无前例的清洗。就在2026年的1月，中共官方对外宣布，张又侠和刘振立两位军中最高阶的将领因为所谓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张又侠常年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亲信的头号大将，是稳稳坐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个位置上的第一号军人。而且他和习近平一样，都是所谓的红二代，两个人的父辈当年都是中共响当当的高干。这样一位照道理说应该是自己人里头最铁杆的自己人，如今却也被硬生生的拉下了马。而这还仅仅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2025年的10月，另外两位军委高层何卫东和苗华就已经先一步被开除了党籍。何卫东的落马尤其令人啧舌，因为他是将近60年来第一位还稳稳坐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人就被直接拿下的现任高官。上一次发生这种惊天动地的事，还得一路追溯到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而如果我们把时间这条尺拉得更长一些，从2022年开始算起，被扫除、被消失、被拉下马的中共高阶将领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位。
整整一个中央军委几乎被拆得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空出来的那些位置，许多至今还是由代理的人选暂时撑在那里。而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清洗，其实早有预兆。它真正的第一声枪响要回到2023年。那一年，中共那一支专门掌管飞弹，被外界视为攻台王牌的火箭军，整个领导班子几乎被连根拔起。紧接着到了2024年，连堂堂的国防部长李尚福都凭空消失，被查办。再往前看，那位曾经在国际场合上意气风发的外交部长秦刚也是一样，说不见就不见了，一个接着一个，一位接着一位，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座巍峨的金字塔里一层一层往下清算。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被清洗掉的人许多都不是什么外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当年跟着习近平在福建一路打叛上来的老班底，外界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福建帮。这些人本该是习近平最信得过、最铁杆的嫡系子弟兵，可如今连他们也一个一个的进了那份名单，甚至还有消息传出，连习近平身边那位跟了他几十年的贴身秘书，最后也没能逃过这一劫。你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吗？一个人亲手把身边最亲近、最忠心的人一个一个的送走，到最后，当他环顾四周，还能剩下几个可以真正交心说话的人。而在那负责直接面对台湾的最前线，也就是东部战区，他的最高指挥官同样也在这一场风暴里被拿了下来。有分析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这些最关键的位置接二连三的换人，群龙无首，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拖慢了中共原本想要对台湾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节奏。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这条蛇本想磨砺自己的獠牙，好一口咬向台湾，却在磨牙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牙一颗一颗全给拔了。其实这样的戏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并不是第一次上演。当年另一位铁腕的强人也曾经因为对军队那股庞大的力量始终放心不下，而一步一步去削弱那些曾经替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门世家。那一份藏在骨子里的对军权的深深猜忌，几十年后的今天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人，换了一套说辞，又原原本本地重演了一遍。历史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它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我们一个道理：最让一个掌权者睡不着觉的，往往从来不是城墙外面的敌人，而是睡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你有没有觉得眼前这幅画面和帕克当年说的那句话开始一点一点重叠在了一起？一个看似铁板一块的政权正在从它的内部一块一块地裂开。有一位常年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用了一个非常精准也非常传神的比喻来形容习近平此刻的处境。他说，这就像西方童话里那双红色的舞鞋，一旦你把它套上了脚，你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会不由自主的不停地跳，不停地转，因为权力这种东西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已经足够，你只能一次又一次把它抓得更紧更紧。而这正是这整件事情藏得最深的那一层吊诡。分析家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悖论，那就是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得越彻底，他这个人本身反而变得越不安全。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你把身边每一个有分量、有威望、有独立声望的人都当成潜在的威胁，当连你相交数十年的老友，你在军中最信任的亲信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那么试问还有谁敢在你的面前说一句真话？于是一个可怕的循环就这样悄悄地启动了。将领们因为害怕成为下一个被清洗的对象，变得越来越不敢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习近平的身边慢慢的就只剩下唯唯诺诺，只会点头，只会迎合的人。而一个只听得见掌声，听不进半句逆耳忠言的领袖，最容易做出的恰恰就是那种基于错误资讯的危险的误判。有分析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清洗，
很可能已经悄悄拖累了中共原本雄心勃勃设定的军队现代化进程。这条蛇在判了命缠紧台湾的同时，却没有察觉，它也把自己的脖子一圈一圈的缠了进去。这就是我们标题里的那2个字：反噬。一条蛇张大了嘴，想要一口吞下眼前的猎物，却在猛力收紧的过程中不小心咬住了自己的身体。它越是用力，自己流的血就越多。它始终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猎人，却从来没有发现那个最致命的敌人其实一直就藏在他自己的体内。而这种内部的隐忧还不只是军队而已。分析家们还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政权的高层正在一天天变老，却始终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接班人。当一群掌权者的年纪越来越大，手上却迟迟交不出棒子，那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就会像地底的暗流一样，在台面下越积越多。今天大家还聚在同一面旗帜底下，可一旦有一天这面旗帜自己晃动起来，那些原本按兵不动的各方势力会不会开始各自盘算，各自寻找新的出路？这正是许多研究者在台面底下悄悄替这个政权捏着的一把冷汗。说到反噬这2个字，其实它本身就藏着一个比政治、比军事都要古老得多的道理。我们常说，种什么样的因，就得什么样的果。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政权，如果他赖以维系的东西是恐惧，是猜忌，是把身边每一个人都当成假想敌的那种算计，那么这一份恐惧与猜忌最终也一定会反过来，一口一口吞噬掉他自己。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迟早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敬到你的身上。这条蛇把缠绕、把窒息当成了他对付别人的手段，可他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这缠绕、这窒息会原封不动地回到他自己的身上。这不是什么玄之又玄、故弄玄虚的诅咒，这只是这个世界最朴素也最公平的一条规律而已。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把手伸得太长，把那根弦绷得太紧，那一条看不见的线总有一天会反弹回来，而反弹回来的那股力道往往和当初拉开它的力道一样地大。这或许就是老祖宗早就替我们看透了的那4个字：物极必反。而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很轻地提醒一句，当我们谈论这条蛇的时候，我们谈的始终是那一套冰冷的战术，是那一个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还重的体制。我们谈的从来都不是那10几亿一样在为生活奔波，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寻常的中国百姓。事实上，当一个政权开始向内收紧，开始用恐惧去统治的时候，最先感受到那一股寒意的，往往恰恰就是他自己的人民。那些在清洗当中一夜之间身败名裂的将领，那些在肃杀的气氛底下噤若寒蝉的官员，还有那千千万万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的普通人，其实也全都是这一整盘棋局里身不由己的棋子。这条蛇缠紧台湾的每一分力气，同时也在勒紧他自己那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呼吸。所以我们心里真正盼望的从来都不是谁去战胜谁，而是这一种靠着恐惧运转的日子，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都能够早一点走到它的尽头。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把刚才留下的那条线索好好解开了？为什么有的预言把矛头指向2026年，有的却指向2028年以后？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更古老也更神秘的框架里。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干支纪年法，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而紧接在后头的2027年是丁未年，火阳年。老一辈的人一听到丙午丁未这4个字，心里往往就会咯噔一下，因为在民间流传已久的说法里，有一个听了让人心惊的名字，叫做赤马红阳节。传说每逢丙午、丁未这2个年头凑在一起，天下就容易多灾多难，容易冒出大的动荡、大的变局。
这个古老的警示和几位现代先知不约而同标出来的那段时间，竟然严丝合缝地叠在了一起，落在了同一段即将到来的岁月上。或许你会觉得赤马红羊节听起来不过就是老一辈人的一种迷信罢了，可是你翻开那一页一页厚厚的史书，静下心来仔细地看，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每逢丙午、丁未这2个年头的前前后后，这片土地上还真的往往就伴随着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与转折，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有的是朝代的更迭，有的是格局的重整。当然，你大可以说那不过是一种巧合，是人们在事后硬生生套上去的一种解释。这样说也不能算错。可是我们的老祖宗之所以会把这样一组干支一代又一代郑重其事地叮嘱下来，那一份藏在背后的对天时、对周期、对盛极而衰的敬畏本身，或许就值得我们多留上3分心。因为他们早就参透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走的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的线，而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的圆。有高峰就必有低谷，有繁华就必有萧索，而我们此刻恰恰就走到了一个圆快要合拢的地方。可是讲到这里，作为一个对你负责也对你诚实的频道，我们必须非常郑重地把事情的另外一面也一并说清楚。因为如果我们把耳朵暂时从先知、从古老传说那里挪开，转向那些最冷静、最务实、最不带感情的分析，我们听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国际上有一个汇集了无数人拿真金白银下注的预测平台，针对2026年底之前中国到底会不会对台湾发动一场全面的军事进攻这个问题，成千上万的参与者用他们自己的钱包投出来的结果是，大约有 95% 的人押注的答案是不会。与此同时，美国情报体系的评估以及不少资深的官员也都判断，北京目前并没有真正设定一个明确的攻台时间表，而且中共高层自己心里也清楚得很，真要动手强攻这座岛，那是一件风险高到吓人的事。你看，这就是现实最微妙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那些先知所恐惧的那种飞弹满天、炮火连绵的全面决战，在短期之内反而被最务实的一群人认为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就连阿南德本人都把武力犯台的时间指向了更远的2028年以后。那么真正近在眼前，正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发生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不是那头张牙舞爪的猛虎，而是这条安安静静的巨蟒；不是那场轰轰烈烈一战定生死的决战，而是这一圈又一圈安静到让你几乎察觉不到的缓缓收紧。先知们看见的或许是这条蛇最终的那个结局，而我们此时此刻真正必须面对的是它正在收紧的每一个当下。这2件事其实一点也不矛盾，一个讲的是远方天边的天气，一个讲的是我们脚下这条正在走的路。而最危险的处境往往恰恰就是我们光顾着抬起头去看远方那片还没有落下来的乌云，却低头忘了脚下这条路早已一寸一寸被那条蛇悄悄缠住了。所以如果有人问你2026年台海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一个诚实的答案或许是这样的：那种一夜之间天崩地裂的全面战争，它的几率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一种安安静静一天紧过一天的围困与消耗，却是100%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真正的危机往往不是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而是那一种让你渐渐习以为常、渐渐失去警觉的温水。我们最该提防的从来不是那头迟迟不肯现身的猛虎，而是那一条已经悄悄缠上了身却让你浑然不觉的巨蟒。看清楚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因为一个真正看清了蛇的人，才不会被那条蛇一次又一次的假动作吓得魂飞魄散、自乱阵脚。那么这条蛇最有可能的下一步
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分析家的目光其实都落在了同一个词上，那不是登陆，不是强攻，而是封锁，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一种被巧妙包装成执法的准封锁。你不妨在脑海里想象那样一个画面，有那么一天，中共的海警船忽然对外宣布，要对来来往往进出台湾的船只进行所谓的检查，今天拦下一艘，明天再查一艘。一开始或许只是零零星星的骚扰，可是慢慢的，这种检查的密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进出这座岛的每一条航线，每一艘货轮都得先看他的脸色才准通行。这就是那一条巨蟒收紧他身体的最阴狠的一种方式。他不需要开一枪，不需要放一炮，只需要慢慢的掐住这座岛赖以呼吸的那一条海上的咽喉。而对于一座几乎所有的能源、所有的物资都得靠着海运才能进得来的岛屿来说，这一招比任何飞弹都要来得致命。所以当我们谈论台海的危机，真正需要死死盯紧的，往往并不是天空中那些张牙舞爪的军机，反而是海面上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海警船。其实这些年住在这座岛上的人心里都藏着一种很难对外人说清楚的复杂滋味，日子照样一天一天地过，上班下班，接送孩子，买菜煮饭，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平常，那么安稳。可是在心底最深的某一个角落，却总有那么一根弦隐隐约约地绷着。每当新闻里又出现那条蛇的消息，那一根弦就会轻轻地颤上那么一下。这种感觉说有多害怕倒也未必，可你要说完全不在意，那也是骗人的。它就像天边一片始终没有散去的阴云，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它在那里，可你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完完全全的忘掉。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这座岛上的人共同的一桩心事。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才不只是一则遥远的国际新闻，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究竟该怎么样去安放自己那一颗心的最切身的功课。那么面对这样一条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这几位先知在留下那些骇人听闻的预言的同时，也不约而同的都留下了另外一句话。帕克说，眼前这一切的黑暗其实是一个艰难时代走到了最后的阶段，而在它彻底过去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阿南德则是反反复复地强调，预言真正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及早地做好准备，让每一个人的心里先有个底。他说，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平静，足够有准备，那么即使那些负面的事件真的发生了，它所带来的冲击反而会大大的减轻。这句话说得真好，因为恐惧恰恰就是那条蛇最想要从你身上榨取的东西。它死死缠住你，并不只是为了勒紧你的身体，更是为了勒紧你的那颗心。它要你在它真正用力之前，就先被自己心里的惊慌吓得双手一摊，举手投降。蟒蛇战术打的从来就不只是军事这一仗，它打的更是人心这一仗。它散播谣言，它制造分裂，它一点一点地动摇你对自己、对这座岛、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说，真正能够对抗这条蛇的第一件武器，说来也奇妙，反而不是飞弹，不是战机，而是一颗不被它吓倒的清醒而坚定的心。当然，光有一颗坚定的心还远远不够。面对这样一条蛇，真正的守护其实是分成好几道防线的。第一道是实实在在的准备，就像一个家庭会替那些可能到来的地震备好粮食和饮水一样，一座岛屿也需要为那些不确定的风浪做好扎扎实实的功课。这不是为了好战，恰恰相反，这是为了让那条蛇在张开嘴之前不得不多想一想，掂量掂量这一口到底吞不吞得下去。一个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准备，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和平。
第二道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稳，也更韧。一个社会，如果它内部足够团结，经济足够有韧性，人心足够安定，那么无论外面的风浪怎么拍打，这一艘船都不容易翻。那条蛇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内部先乱了阵脚，自己人先吵成了一团。所以守住内部的那一份团结与从容，其实也是在守住那一道最重要的防线。而第三道防线，说到底还是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信谣，不传谣，遇到那些让你血脉奔张或者让你灰心丧气的讯息，先别急着转发出去，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谁想要让我这样想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守住自己这一方小小的清明，不被那条蛇散播出来的恐惧牵着鼻子走，那么千千万万颗清醒的心加在一起，就会汇聚成一道任何蟒蛇战术都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还记得吗？那位年轻的先知曾经说过，台湾是这个世界上一盏民主与光明的灯塔。这一句话听起来或许有那么一点浪漫，可是它却道出了一个很深很深的真相。这座岛之所以牵动着这么多人的目光，之所以让那条蛇投鼠忌器，迟迟不敢真的下口，靠的不仅仅是那一片一片的晶片，更是它活生生的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同样的一种文化，同样的一脉血缘的底子上，人们是可以活出另外一种样子的，可以自由的说话，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这才是那条蛇心底最深的忌惮。因为一座岛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那一整套逻辑最温柔却也最有力的一种反驳。守住这座岛，守住的其实不只是一块土地，更是一种关于人究竟可以怎么样活着的可能。而台湾其实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连那条蛇都不敢轻易动手撕破的牌。这座岛屿上一片一片生产出来的晶片，是整个世界得以运转的命脉。从你手上那只小小的手机，到高悬天上的卫星，再到千里之外的工厂里，那一台台轰隆作响的机器，它们的背后都有这座岛留下的一份心血。这既是台湾最脆弱的地方，因为它让这座岛成了各方势力都想争夺的必争之地，可它同时也是台湾最坚固的一道护身符。因为一旦这条蛇真的猛力一勒，勒断的将不只是台湾的呼吸，而是整个世界经济跳动的命脉，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条蛇在张开嘴之前，也不得不反反复复地掂量再三。有人替这座岛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叫做细盾。细就是制造晶片的那个细，盾就是盾牌的那个盾。意思是说，这座岛上那一片一片小小的晶片，就像一面看不见的盾牌，替台湾默默挡下了许多原本可能会落下来的刀剑。因为全世界都太需要它了，需要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起这一面盾牌被打碎之后的那种后果。你想想看，一旦这座岛真的出了事，那么从东京到华盛顿，从柏林到首尔，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可能因为缺了那一颗小小的晶片而一台接着一台安安静静地停摆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实在在牵动着全球几十亿人生计的一条大动脉。所以你看，这座岛的命运其实早就和整个世界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它从来都不是孤零零地站在那一条海峡上的，在它的身后站着的是整个现代文明那一份谁也不敢轻易撒手的共同的牵挂。这或许就是这一座小小的岛屿，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时代里，最奇特也最坚韧的一种力量。它小，却小的让整个世界都离不开它。所以让我们最后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一条巨蟒盘在台湾海峡的上空，一圈又一圈慢慢的收紧。可是当我们把手里的镜头
缓缓地往后拉，拉得更远更远。我们会忽然看清楚一件事，原来那道正在收紧的圈套并不只缠在台湾的身上，它同时也死死地缠在了那条蛇自己的脖子上。他越是用力，就越是勒紧了自己。他一直以为时间站在他那一边，可是先知说，时间或许正在悄悄地一步一步站到另外一边去。历史是有它自己的韵脚的，你去翻一翻那一页一页的史书，就会发现多少个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帝国，到了最后都不是被外面的敌人一刀砍垮的，而是从自己的内部一块一块悄无声息地崩解、剥落、塌陷。你想想看，那些曾经横跨欧亚，让四方臣服的大帝国，那些曾经以为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永远传下去的王朝，到最后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大多并不是亡于城墙外面那一支一支敌人的军队，而是亡于城墙里面那一颗一颗早已离散了的人心。当一个庞然大物开始害怕自己的影子，开始清算自己的手臂，开始把每一句真话都当成刺耳的杂音，那么它的崩塌其实就已经悄悄地开始倒数计时了。外表看起来它或许依旧庞大，依旧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它的内里早已被恐惧、被猜忌、被那一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一点一点蛀空了。等到有一天轻轻的一推，人们才会赫然发现，原来它早就只剩下一具被自己掏空了的空壳。那一双红色的舞鞋一旦套上了脚，就再也脱不下来了，只能一直跳一直跳，跳到力气耗尽轰然倒下的那一刻为止。而我们呢？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去决定那条蛇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决定远方那片沉沉的乌云究竟会在哪一天落下雨来。可是我们永远可以决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种眼神去面对眼前的这一切，是惊慌失措，还是气定神闲，是自乱阵脚，还是站稳脚跟。先知们看见了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可是他们也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风暴真正的尽头并不是毁灭，而是一次巨大的把牌重新洗过之后的重生。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恰好就活在了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节骨眼上。这样的年代，你说它是危机，它的确处处都是危机，处处都是暗流，处处都是变数。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角度去看，这样的年代又何尝不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呢？因为恰恰是在这种旧的秩序开始松动、开始瓦解的时刻，那些原本被死死压在底下的新的可能才终于有了破土而出的缝隙。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转弯，对于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既痛苦又充满希望的。痛苦是因为那些我们曾经无比熟悉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离我们远去，而希望是因为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崭新的世界正在前方慢慢地向着我们招手。有没有一种画面会让你在很久以后的某个深夜突然想起时，仍然忍不住背脊发凉？2025年9月的那一个晚上，泰国一档知名的直播节目里，镜头缓缓地推进了一张我们都很熟悉的脸。可那一晚的普莱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那个眼神明亮、谈笑风生的女先知了。她面容枯槁，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那2圈浓重的黑眼圈像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好好合上过眼睛。她的声音沙哑，断断续续，仿佛刚刚从一场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噩梦里被人硬生生地拽了出来。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她，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摄影棚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连呼吸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然后她缓缓地抬起头，说出了那句让整个亚洲的观众在那一刻同时屏住呼吸的话。她说，我看见海面正在裂开，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火山正在同时苏醒。很多人后来回忆起那一晚都说，普莱不像是在预言，他更像是在盼着最后一口气，把藏在心里那个沉重的快要把他整个人压垮的秘密一点一点艰难地吐出来。
他说那不是明年，不是10年以后，而是会在当年，也就是2025年结束之前就开始发生。你想想看，一个能够精准看见马航坠落，看见渡轮沉没的人，一个能在边境的枪声响起之前就大声喊出来的人，当他用这样憔悴的神情，这样破碎的声音，说出这样一段话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今天我们就坐下来，认认真真的把普莱这份仿佛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最后预言，从头到尾深深的捋一遍。我希望你能耐心听到最后，因为这支影片的结尾藏着他留给我们所有人的那一道唯一的光。那一晚的直播结束之后，普莱那一张枯槁的脸和那几句沙哑的警告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遍了整个亚洲，从泰国的曼谷到越南的河内，从香港拥挤的茶餐厅到台湾静静的客厅，无数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着那一段影片。有人吓得睡不着觉，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看着看着默默地红了眼眶。那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集体不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那样静静地弥漫在空气中。也正是这一份不安，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愿意停下脚步，认认真真地听一听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先把一件事说清楚，为什么这一次全世界都不敢再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你应该都还记得，这些年让他声名鹊起的是那几次精准得让人头皮发麻的应验，那架在茫茫大海上空神秘消失的客机，那艘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沉没，带走了无数年轻生命的渡轮，这些让全世界都揪心，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悲剧，他都曾经在事情发生之前留下过让人事后想起来脊背发凉的话语。从那以后，普莱这个名字就和准这个字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不是一个随便在网络上博眼球的人，他是一个一次又一次被残酷的现实亲手盖章认证过的人。而很少有人真正想过，这样一份天赋，他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每一次看见灾难，他并不是隔着一块冰冷的屏幕远远的旁观，而是被一股力量狠狠地抛进那个现场，去亲身闻到焦土的气味，去听见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去承受那扑面而来几乎令人窒息的恐惧。他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噩梦里猛然惊醒，心脏狂跳，浑身冷汗，久久都无法平复。所以那一晚，镜头前那一张憔悴枯槁的脸从来就不是装出来的，那是一个能看见未来的人为这一份天赋所付出的最真实也最沉重的代价。而离我们最近也最让人胆寒的一次应验，就发生在去年盛夏的时候，普莱就曾经非常严肃地公开警告，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将要再一次爆发流血冲突。他甚至直接呼吁住在边境的居民，这段时间先别急着回家。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实在是太夸张了，边境平静得很，哪来的战火？可是仅仅过了1个多星期，边境的枪炮声就真的响彻了整片山谷，双方互有死伤，扶老携幼的逃难人群瞬间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道路。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后面那一段，在好几个国家的斡旋之下，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停火协议，局势看起来像是平息了，所有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唯独普莱没有。他当时并没有收回自己的警告，他只是淡淡的暗示这场冲突的能量还远远没有耗尽。果然，到了那一年的11月，边境再起风波，一方指控另一方埋设地雷导致士兵受伤，宣布暂停执行停火协议。紧接着双方又一次互相开火，边境的好几个地区都拉响了刺眼的橙色警报，预言暂停再爆发。这一整套精准到可怕的节奏，就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替后面那一场更大的灾难一步一步地铺着路。所以当他在那个镜头前说出多米诺骨牌喷发这几个字的时候，整个摄影棚里没有一个人敢笑。在普莱的描述里，这是一场来自地心最深处的可怕的连锁反应。他说，太平洋海底的板块会像一排被人猛地推倒的骨牌一样，一块滑动引发下一块，下一块再引发再下一块，最后让整条环绕着太平洋的火环带在极短的时间里
接连崩塌。当主持人声音发颤地问他：“您说的到底是哪一座火山？”的时候，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他要说的从来就不是某一座火山，而是几百座，是一整片沉睡在海底深渊里的远古巨兽，在同一个瞬间集体睁开了眼睛。他看见的那些画面残酷到让人不忍细想。他说，太平洋会在那一刻变成一颗巨大的能量炸弹，第一波巨浪就有数百米高，而第二波会比第一波更高。那些平时看起来巍峨的像移动城市的远洋巨轮，会像小孩子手里的玩具一样被高高的抛向半空，再重重的摔落下来。沿海那些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会在浪头抵达的那一瞬间被彻底的干干净净的抹去，不留下一丁点痕迹。他甚至一个一个地点，除了那些他亲眼看见的地方，印尼、日本、菲律宾、越南、澳洲、南美洲的智利，还有美国的加州，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他说，他看见天空红得像血一样，那不是夕阳，那是大灾难真正降临的时候，整片天幕才会染上的那种绝望的颜色。可是，真正让人从心底发寒的，还不是海啸。普莱警告说，这场浩劫过后，整个地球会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时期。他用了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来做对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也就是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曾经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发。那一次爆发之后的第2年，因为铺天盖地的火山灰遮蔽了阳光，整个北半球几乎没有了夏天，粮食大面积绝收，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历史上就把那一年沉重地称为无夏之年。而普莱说，这一次的规模会是那一场灾难的几十倍。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景象吗？数百座海底火山同时苏醒，把几十亿吨的火山灰和硫磺气体一股脑地喷进高空的平流层，在地球的上方硬生生地拉起一张巨大无比的天然的遮光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地球的平均气温会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骤然下降5度，整个世界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拉进了一台冰冷的冰箱。阳光被彻底遮住，天空降下带着毒性的酸雨，农作物一片接着一片地枯死，河流和水源被火山灰污染，海水因为剧烈的化学反应变成了死寂的灰色，而支撑着我们现代人类运转的整套经济与社会体系，会因为最基本的生存资源突然之间的匮乏，而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彻底的瘫痪。他说，短短1个星期，全球气温骤降，甚至会出现连续好几年，整整几代人都见不到一缕阳光的那种深不见底的漫长的黑暗。说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这毕竟只是一个人的预言，会不会只是噩梦，只是吓唬人的呢？可偏偏最让人心寒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就在普莱发出警告之后没过多久，现实世界里那些冷冰冰的科学监测数据竟然开始和他的话一点一点地对上了。一些海域的水温在短短3天之内异常地升高了2度，在那些区域出现了代表着地下岩浆正在大规模移动的低频震动波。还有数百名出海的渔民报告说，他们在深夜里看见海面上出现了大范围的诡异的蓝色光芒，而这种海面生物发光的异象，在很多古老的记载和渔人的口耳相传里，正是海底地质即将发生巨变的不祥前兆。而一位地质学家说的一句大实话，更是把所有听见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其实只绘制了大约 1% 的海底火山地图，剩下那 99% 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正在悄悄地活跃？我们完全一无所知。1%，这就是我们所有引以为傲的科技文明，在面对脚下这片深渊的时候，真正能够掌握的全部的家底。如果那 99% 的未知区域真的像普莱看见的那样发生了连锁喷发，那么这个地球上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绝对安全的了。这一句话听起来像是冷冰冰的科学，可你细细的品，却更像是一记沉重的警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总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征服了这个星球，我们能飞上太空，能潜入深海，能把整座大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太习惯于相信这个世界是被我们牢牢地掌握在手心里的。可普莱和那一位地质学家却在用各自的方式轻轻地敲打着我们，告诉我们一件早就被我们忘记了的事。在这一片广袤的超乎想象的天地面前，我们所知道的其实少得可怜，而我们脚下这一片看似坚实的大地也远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安稳。一个忘了敬畏的文明，就像一个在悬崖边上蒙着眼睛狂奔的孩子，跑得越快就越是危险。而最让人不安的是普莱反反复复强调的那一句话，他说这场灾难从来就不是某一天某一个瞬间的事情，它是一条锁链，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它已经开始了。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刚刚走过的2026年的上半年吧，中东的烽火再一次被残忍地点燃，战机呼啸，导弹横飞，连那些繁华的海湾城市的上空都飘起了无人机冰冷的阴影。东欧那场已经打了好几年的战争依旧看不到尽头的硝烟，非洲大陆上一场又一场的冲突在各地此起彼伏，世界好像突然之间到处都在燃烧。普莱说的那一条锁链是不是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环紧扣着一环，越拉越紧？他说年底之前就会开始，而他最害怕的那一个真正的全面的毁灭性的阶段被他沉重地指向了2026年中之后，而我们恰恰正站在这一道门槛的正前方。其实普莱看见的从来就不是4个各自孤立的灾难，而是一串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骨牌。他说虚拟资产的清零会首先击垮人们的财富和最后的信心，紧接着火山寒冬带来的饥荒与严寒会无情地摧毁人们的粮食和家园，然后在那一片绝望与争夺之中被点燃的全面战争会彻底瓦解掉人与人之间最后的秩序和信任。而最终就在这一片废墟与混乱之上，还有更安静也更可怕的东西悄然降临。那一场无形的瘟疫会在人们早已疲惫不堪毫无防备的时候静静地收割，一块推着一块，一环扣着一环。普莱说第一块骨牌已经开始摇晃了，而他们真正接连倒下的那一刻就在2026年中之后。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忍不住要问，普莱不是说这一切会在2025年结束之前就发生吗？可我们不是平平安安地走进了2026年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而答案其实就藏在普莱反反复复强调的那一句话里。他说的从来就不是某一天世界会在一声巨响中突然结束，而是开始。他看见的是那一条锁链在2025年的年底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拉动了第一下。那些异常升高的水温，那些深海里的低频震动，那些诡异的蓝光，还有2026年上半年突然在世界各地接连燃起的战火，这些全都是那一条锁链已经开始滑动的铁证。灾难早就已经上路了，只是他没有选择用一场痛痛快快的爆炸来向我们宣告，而是选择了那一种最让人煎熬的方式，一步一步缓缓地朝我们走来。他最害怕的那一个全面爆发的顶点被清清楚楚地标在了2026年中之后，所以这不是预言落空了，这是倒数计时才刚刚开始。现在我们来说普莱这份预言里第一个让无数普通人听完之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部分。他说在那场大灾难真正全面爆发之前会先有一场意外，请你特别注意，他用的词是意外而不是天灾。他看见的不是火山也不是海啸，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崩塌。他说他看见无数的屏幕在同一个瞬间一起暗淡下去，然后熄灭。他看见那些原本显示着巨大数字的地方，数字像退潮的海水一样飞快地往下掉，往下掉，掉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零。普莱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把自己一辈子的安全感，把自己毕生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越来越多地
放进了一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地方。那不是黄金，不是粮食，不是房子，而是一串又一串存在于屏幕里的数字。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虚拟资产。我们以为它很安全，我们以为它会永永远远地待在那里，我们甚至天真的以为它比那些笨重的真金白银更聪明、更先进、更高级。可普莱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瞬间哑口无言的问题：当那一场意外突然降临，当电网熄灭，当屏幕变黑，当所有人对那一串数字的信任在一夜之间彻底蒸发掉的时候，请问你的财富到底还剩下什么？他说，就在那一刻，虚拟资产会露出它最真实的赤裸裸的样子，它会回到它本来的数值，而那个数值就是零，全部清零。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海啸来临之前，至少天空会变色，海水会诡异的退潮，总还有那么一点点预兆，让人能往高处跑。可这一场意外不一样，它可能来自一次谁也没有料到的系统崩溃，一次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的集体恐慌，一只谁都没有看见却早已埋伏在暗处的黑天鹅。它不需要惊天动地，它只需要让人与人之间那一根叫做信任的弦啪的一声断掉。普莱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类最不了解的不是遥远的外层空间，而是脚下这片深不可测的海洋。而如今他仿佛在这句话的后面又补上了更冷也更扎心的一句，他说，比海洋更深不可测的是我们亲手用数字一砖一瓦堆起来的那一座虚幻的财富之塔。我们站在塔顶俯瞰人间，志得意满，却从来没有低下头认真看一眼自己脚下的地基，原来只是一团随时会散去的空气。当意外真的来临，塔不是慢慢倒下的，它是瞬间消失的。一觉醒来，所有的数字都变成了零，而你会惊恐地发现，你连找谁去哭都不知道。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一个寻常的清晨，你像往常一样醒来，习惯性地拿起枕边的手机，想看一眼那些你辛辛苦苦攒下的数字，可是屏幕上要么是一片刺眼的空白，要么是一连串你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的错误代码。你以为只是网路出了点问题，你重启，你刷新，你一遍又一遍的尝试，可那一个数字再也回不来了。你心慌意乱地冲到窗边，却发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手机，脸色惨白。便利商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因为所有的刷卡机器全都失灵了。就在那一刻，你才终于明白，我们以为坚不可摧的这整个现代世界，竟然是建立在如此脆弱、如此虚幻的一串数字之上的。这就是普莱所说的那一场意外。我把话说在前面，普莱讲这一段，绝对不是要你今天就慌慌张张的去做什么冲动的决定，他真正要点醒我们的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他说，一个把全部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一串连自己都搞不太懂的数字上的文明，本身就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而真正能在那场风暴里留下来的，从来就不是那一串数字最大的人，而是那些心里始终还记得什么才是真正踏实的东西的人。一口能填饱肚子的饭，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几个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愿意不计回报拉你一把的人，还有一颗不会因为数字归了零就跟着一起崩塌的安定的心。说完了财富，我们再来说普莱这份最后预言里分量最重也最沉重的一块，战争。普莱说得非常明确，2026年中之后，一场真正毁灭性的全面的战争将要正式爆发。请你注意他的用词，真正的、全面的。这意味着在他的眼中，我们在2026年上半年所看见的那些此起彼伏的冲突，那些中东的烽火，东欧的硝烟，都还只是前奏，只是一簇一簇被风吹起来的小小的火苗。真正的那一场席卷一切的大火还在后面，正在悄悄地积蓄着力量。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看见这一场大战的远远不止普莱一个人。那位早已不在人世却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提起的盲眼龙婆，他留给2026年的预言里最沉重的一条，
就是一场可能席卷全球，把许许多多国家都卷进去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他的信徒们说，他看见的是一场庞大的、无所不包的战争，是人类坠落的开始。不只是他，你们都很熟悉的那几位，这些年一次次说中又一次次让人后背发凉的西方预言家，还有那一位年纪轻轻却屡屡语出惊人的印度少年，他们竟然不约而同的都把目光投向了同一个年份、同一个转折点。当这么多双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互不相识的眼睛隔着遥远的时空同时望向2026年的时候，你还觉得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吗？说到盲眼龙婆，我想你应该也听过她那一份让人冷汗直流的应验记录。这位东欧的老婆婆一生说出过太多太多，当时听起来匪夷所思，事后却一一成真的话。早在那2座闻名世界的高楼轰然倒塌的很多年以前，她就曾经预言美国将会在一次钢铁大鸟的袭击之后遭受重创。后来全世界都亲眼看见了那揪心的一幕。他还被很多人认为说中了深海核潜艇的离奇沉没，说中了那一场震惊世界的核灾难。一个人偶尔说中1-2件事，我们或许还可以说那是运气。可是当一个又一个的预言像这样精准的应验，一层一层的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而如今，就是这一双被残酷的历史反反复复验证过的眼睛，也沉沉地望向了2026年。这还能仅仅用巧合这2个字轻轻地带过吗？普莱看见的那场大战，火药味究竟从哪里飘来？他没有把话说得太死，因为预言家看见的往往是模糊的画面和强烈的情绪，而不是一张清清楚楚标好了地名的地图。但他描述的那种格局却让很多人都听懂了。他说那是一种东方与西方之间紧绷到了极限的对峙，是一种谁也不肯先退让一步的危险的僵持。他看见强权的影子沉沉地投在了亚太地区的海面上，看见一片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海峡成为了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紧紧注视着的焦点。他甚至隐隐约约地看见某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在这场巨大的动荡里轰然陨落，而新的力量会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洗牌。这些画面他说得很缥缈很模糊，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愿意也不忍心把那么残酷的细节看得太清楚。他还说这一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早已不再是2支军队在遥远的前线上厮杀那么简单了，他会用一种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方式同时扑向整个社会。它可能是一次让全国电网瞬间瘫痪的网络攻击，可能是一次让货币转眼变成废纸的金融崩溃，也可能是一场让你再也分不清真假、闹得人心惶惶的信息战。前线将不再有一条清晰的边界，因为每一个守在家里的普通人，每一个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你和我，都会在毫无防备之间被硬生生地推到那最危险的最前线。这才是普莱口中那一场全面战争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他说这一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有多么猛烈，而在于它会把前面所有的灾难全部串联起来，狠狠地搅在一起。当虚拟资产清零，人心已经恐慌到了极点，当火山寒冬让粮食和能源变得无比稀缺，当每一个国家都觉得自己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战争往往就是那一根最后被点燃的引线。饥饿会逼出战争，恐惧会逼出战争，而绝望更会逼出战争。普莱叹着气说，人类在资源充足、太太平平的时候，尚且要互相争夺、互相算计，那么当天昏地暗，当资源耗尽，当每一个人都红了眼睛的时候，又会做出什么样可怕的事情来呢？这才是他真正害怕的，比火山、比海啸都更让他夜夜无法安眠的东西，那就是人心。普莱有一句话我一直深深地记在心里，他说所有的刀剑都是先在人的心里被一寸一寸地铸造出来，然后才真正落到战场上的。火山的爆发或许还能算是大自然的脾气，可战争的爆发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选择。一颗贪婪的心会把别人的东西
看成是自己理所当然就该得到的。一颗恐惧的心会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当成随时可能扑上来的敌人，而一颗冷漠的心会让我们对别人的苦难连多眨一下眼睛都觉得是多余。普莱说，这一场大考表面上考的是天灾，可骨子里考的全是人心。天从来就不是要降罪于我们，天只是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把我们心里偷偷藏着的那些东西一五一十地照了出来而已。接下来是普莱这份预言里最安静却也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段。他说，在战火与崩塌的缝隙里，会有一种瘟疫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而这一种瘟疫最可怕的特点就是杀人于无形。什么叫做杀人于无形？普莱说，它不像战争那样有震耳欲聋的爆炸，不像海啸那样有铺天盖地的巨浪，它没有声音，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它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混在每一个人的呼吸里，混在每一次毫不设防的接触与拥抱里，无声无息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再传到下一个人。等到人们终于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他说他看见的是一种让人完全措手不及的东西，因为当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轰轰烈烈的战争和金钱的时候，没有人会去防备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普莱说，这一种瘟疫最歹毒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会挑在人类最虚弱的时候悄悄地下手。当战争、饥荒和疾病同时降临，当医疗系统彻底崩溃，当人们的抵抗力早已被消耗得荡然无存，那么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小小病菌就足以掀起一场夺走无数生命的恐怖风暴。它根本不需要多么强大，它只需要静静的等待，等着我们自己亲手拆掉所有的防线，然后再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普莱的这个画面又一次和那些古老的记载遥遥地呼应上了。在很多文明最古老的末世传说里，都反反复复地出现过这样的场景。当天地大乱，当人心败坏到了极点，一种看不见的灾病就会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降临。它从来不是孤零零出现的，它总是和饥荒、和战乱、和动荡手牵着手一起到来。为什么会这样？普莱给出了一个让人沉默许久的解释。他说，当一个社会被战争和恐慌彻底的拖垮，当医疗、当秩序、当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那一点信任都崩溃瓦解之后，一个原本或许还能够被控制住的小小的威胁，就会在那一片混乱里迅速的膨胀成一头吞噬一切的巨兽。灾难从来就不是一个一个排着队客客气气的来的，他们是成群结队，互相借力，互相壮胆，一起压上来的。我想在这里特别的停一停，跟正在看这支影片的每一位朋友，尤其是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认认真真的说几句心里话。普莱讲瘟疫，讲战争，讲清零，他的本意从来都不是要把我们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提心吊胆。一个真正的预言者，他指出黑暗是为了让你能够提前点亮一盏灯，而不是为了让你在无边的黑暗里瑟瑟发抖、束手就擒。他想说的其实非常朴素。第一，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健康是乱世里最硬也最可靠的底气。第二，守护好身边的家人，因为当风暴真正来临的时候，能让你站稳脚跟的从来就不是屏幕里那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身边那一双双愿意握紧你的温热的手。第三，保持内心的清醒和平静，因为恐慌本身有的时候比灾难还要更伤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为什么这么多来自天南海北、来自不同年代的预言家会像是早就约好了一样，把手指齐刷刷地指向同一个年份？盲眼龙婆指向他，普莱指向他，西方的先知指向他，印度的少年指向他，就连那一本被很多人奉为全球趋势风向标的著名杂志，那一年那一期让人脊背发凉的封面，也用满屏尖锐碰撞的红与蓝，用一个被四面八方踢来踢去的可怜的地球，在无声的
预示着同一年的撕裂与动荡。当这么多束目光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交汇，普莱说，这不是巧合，这是因为我们真的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当你一个人独自站在2026年的这一个门槛上，回过头看着这么多双眼睛跨越了千百年的时空，齐齐地望向你此刻所在的这个年份，那一种感觉，说实话是会让人头皮发麻的。可是普莱想让我们从这一份发麻里读出来的，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说，被这么多预言同时指向，其实是一种莫大的提醒，提醒着我们正活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我们此刻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一念之差，都比平日里要重得多得多。站在岔路口上的人，最怕的从来就不是脚下的路有多难走，而是浑浑噩噩的连自己正站在岔路口上都不知道。而普莱费尽了全身力气想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这一句：醒一醒吧，看清楚，你正站在一个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路口上。他把这个转折点叫做重启键，这3个字是普莱整份预言里最关键也最容易被人听错会错意的一句。很多人一听到火山、海啸、战争、瘟疫，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世界末日真的要到了。可普莱偏偏反反复复的，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强调这不是末日。他说，这场浩劫真正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毁灭，而是清算与净化。他说，地球不是要杀死人类，地球是准备按下那一个重启键。重启键这3个字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慈悲。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当一台电脑彻底卡死，当所有的城市都乱成了一团，再也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按下那一个重启键。我们按下它，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想把这台机器给毁掉，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还想继续用它。重启是为了让那些卡死的、混乱的、错误的东西被彻底的清空，好让这一切能够重新干干净净的再来一次。普莱说，地球对我们人类的那一份心情或许就是这样的，它一次又一次的用干旱、用洪水、用瘟疫向我们发出温和的警告。可是我们真的听见了吗？我们真的停下脚步了吗？没有，我们依旧在贪婪的索取，在彼此伤害，把胸口那一颗心越养越硬，越养越冷。当所有温和的提醒都一次又一次的失效之后，那一个最后的也最沉重的键才会被缓缓地按下去。而他要清算的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这一整套早已偏离了轨道的活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从工业革命到现在，这短短的100多年，我们人类是怎么对待这个养育了我们千百万年的星球的？我们无止境地索取，无止境地开发，无止境地挥霍，我们甚至连最起码的对天地的那一份敬畏之心都丢得干干净净。普莱说过一句让人沉默了很久很久的话，他说，其实海洋的深不可测还远远比不上人心的深不可测。贪婪、欲望、杀戮，我们离自己原本的那一份善良越来越远，却离心里那一个越来越膨胀的魔鬼越来越近。他说，人类所有的灾难追根究底，其实都来自我们胸口那一颗小小的却被欲望撑得无比巨大的心。他还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叫做河流会回来索取它的空间。表面上听这像是在说洪水，可你细细的慢慢的去品，这哪里只是在说洪水，这分明是在说那些被我们强行改道的河，那些被我们填平的湖，那些被我们砍光踏平的山林，那些被我们漠视、被我们欺凌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重新拿回去。这是一场审判，但更是一场沉重的提醒。所以普莱才一遍遍地说，这是清算，是净化，是在逼着我们这些走得太远、跑得太快，已经快要忘了自己究竟从哪里来的人，停下脚步，低下头，重新好好的想一想，生命
到底是什么？我们和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而且我特别想告诉你一个能让人稍稍松一口气的细节，即便是看见了最多灾难的盲眼龙婆，在他的预言里，这个世界真正的终点也远远的在好几千年以后的5079年。换句话说，就连最会看见黑暗的那一双眼睛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2026年绝对不是终点，它只是一场大考，是这个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的人类文明在漫长的旅途中必须要咬着牙迈过去的一道坎。那么这一场大考到底有没有及格线？到底有没有活下去的办法？普莱说有，而且他给出的那个答案温柔的让人想哭。他说，在他看见的那一整片灰暗混乱的未来图景里，当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太平洋的西岸时，有一抹奇异的亮色让他忍不住停住了视线。他看见在越南那一片蜿蜒的像个 S 型的狭长的国土上，仿佛有一条巨龙一样的金色的光带从半空中柔柔地垂落下来，不刺眼却充满了力量，沿着长长的海岸线缓缓地流动，温柔地守护着那一片土地。他说，就在看见那一道光的那一刻，他听见地球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这一道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普莱说，它不是来自先进的武器，也不是来自璀璨的科技，它来自那一片土地上人们心里那一点还没有被贪婪完全吞没的原始的纯真，和那一份对天地神明还没有来得及丢掉的敬畏。这道光的核心是一种最朴素也最强大的东西，那就是真、善、忍，是说真话的勇气，是与人为善的柔软，是面对委屈和不公时那一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了不起的隐忍。普莱说，这不只是对某一个地方的祝福，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深深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哪怕是在天翻地覆、价值崩坏的时候，善念与慈悲依然是大自然最愿意守护的最后一簇火种。能在这场大考里留下来的，从来就不是身家最厚的人，不是权力最大的人，而是那些在最黑最冷的夜里依然把心里那一盏灯护得好好的、普普通通的好人。所以普莱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希望从来就不在于逃到某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因为当那一条锁链真正被拉动的时候，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角落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真正的方舟是在你的心里，而不是在你的脚下。他给出的那些建议其实都非常实在，去修补好你和家人之间那些早已生了锈的关系吧，因为患难之中，血脉才是你最坚实的依靠。去积累你和身边每一个人之间那一点一滴的善意吧，因为当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的时候，一个愿意和你互相扶持的人，远远比任何冰冷的财富都更可靠。去守护好你内心那一份难得的从容和笃定吧，因为在一片恐慌和踩踏之中，一颗安定的心本身就能照亮身边的人。普莱说，这一场大考，考的从来就不是你有多聪明，有多富有，而是在那最坏、最黑暗的处境里，你还能不能守住底线，做一个好人。我知道，听到这里，你的心情可能已经沉到了谷底，可是我特别想在这里轻轻地提醒你一句，请你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人类的韧性。我们这个跌跌撞撞的物种，曾经熬过了那一场吞没一切的无夏之年，熬过了一场又一场夺走无数生命的大瘟疫，熬过了那么多次看起来足以让整个文明彻底终结的至暗时刻。每一次当大幕仿佛就要永远落下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凭着心里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善良和勇气，把光一点一点的又重新种了回来。普莱看见的越南那一道金色的光，说的其实就是这个。说到这里，我想我们也就慢慢的懂了，为什么这支影片的标题会用到判死这两个字。2025年9月的那一个晚上，镜头前那一个面容枯槁、声音沙哑、黑眼圈浓得几乎化不开的普莱，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安宁、自己一个普通人本该拥有的平静的生活，
去交换，去承载，去吐露那一份沉重的几乎要把他整个人压垮的预言。他大可以选择闭上嘴，什么都不说，安安稳稳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他没有，他最终选择了把那些让他夜夜噩梦，让他形容枯槁的可怕画面，一字一句的讲给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听。他费尽心力的讲出来，不是要我们绝望，恰恰相反，是要我们还来得及去选择预言，从来都不是一张早就写好了结局的命运的判决书，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此刻正走在哪一条路上，然后轻轻地问你一句：这一条路你还要这样继续走下去吗？火山会不会喷？海啸会不会来？战争会不会爆发？瘟疫会不会蔓延？这些我们渺小的个人确实无法替天地做主，但是当风暴真的来临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慌乱还是笃定？你的手里握着的是冰冷的数字还是温热的亲情？你的选择是互相践踏还是彼此扶持？你守住的是满心的贪婪还是那一点仅存的善良？这些每一个都还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看完今天这一期，请你千万别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恐怖故事，然后关掉屏幕，转身就忘。回过头去给家里的老人打一个许久没打的电话，陪孩子多吃一顿踏踏实实热气腾腾的饭，把那一句欠了很久很久的对不起鼓起勇气说出口，把那一声藏在心底很久的谢谢认认真真的讲出来，把你的心重新养回它本来该有的那一份柔软和善良。因为如果普莱说的都是真的，那么真正能护你周全的从来就不是屏幕里那一串随时可能归零的数字，而是你心里那一道永远不会熄灭的金色的光。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努力成为那一道光里小小的一点点微亮，也愿这一场大考过后，我们还能在人群里彼此一眼就认得出来，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然后好好的相互搀扶着活下去。